斗破苍穹，巅峰对决。之前不是说1万点让开坑嘛，我以为达不到的，没想到过了几天一看过1万了。看来大家伙还挺想看我征战斗气大陆，从云岚中杀到魂殿。哎，我在想什么呢？肯定是想看我折磨的肯这坨答辩。谁让我是咱们 B 站的粪作猎人呢？上次就玩了那么一天，后面都没怎么给大伙展示。今天必须给大伙看看这游戏后面是什么样的，到底有多逼氪，多逆天。如果想看我继续玩这斗破苍穹巅峰对决，3连合起来过2万继续更新哦。那么上期视频有讲机器计划拿多少氪70%进去，对吧？结果后台一看，他喵的100块钱，有点幽默了机器计划。没关系啊，也不是不能玩。那这种滚服游戏之前创的号几天没玩就废了，咱们去新区再创一个新号吧。我重申了，上一次我在这个世界待了2个多小时，就觉得这不是斗气大陆，是斗死大陆。而这一次没有任何改变，还是斗死大陆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要坚持下来，打破这斗死大陆。非常经典啊！校园测斗气发现是斗志气3段的废物。上次我记得我选的这个回话反击，对吧？这都换个选项嘞。OK， 回答没有任何区别，给你选项只是单纯的让你假装参与到剧情里。所以这萧家众人就很不爽，决定在废物萧炎当众砍死。但我萧炎是何人？乃先天3连合动3连合吸圣体，岂能容你们再次犯事？3下就解决了。纳兰嫣然退婚，几拳打飞。旁边还有人找茬，几拳打飞。什么加列加几拳打飞都不是我的对手。然后就开始谈手充礼包了，30块钱都能拿到萧薰儿，直接买下。我去，这萧薰儿比萧炎猛他喵的不知道多少倍，技能全是大范围 AOE， 还带霸体3又高，要的真有点脑子，就跟古族合作，把焚罪传号给萧薰儿，将古族的资源还隔在3连合动3连合吸呢，3个月估计就斗地了，把魂力打得大小便失禁。OK， 玩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啊，我也是终于玩到了之前的那个进度。现在就害人精小一仙到处搞人，说实话，小一仙真的有救过人吗？我印象中他要么是要有多恶心人，要么就是要有多恶心自己。但是现在我来讲讲这游戏的战斗系统吧，非常好理解啊，就那种精英怪或者 BOSS 都会有弱点条，就是那个数字，你用平 A 可以让数字变少，在规定时间打完数字怪物就被打出弱点，扣血爆快也会被控住，然后你可以用技能来重置弱点条的时间，非常简单的玩法，但玩起来贼难受，因为 BOSS 在弱点条没被打完之前是有霸气的，所以你 A 2就要被人家 A， 有时候放技还会平 A 打断，闪避又跟脱干牛粪一样，点都点不动，我们咋没弱点条啊？所以大部分时间你还是有技能就甩，别指望真的靠打弱点条来玩，一路玩一路抽卡，我们抽到了小一仙，养了一波后又把每任务都打完了，就没办法打主线了，因为卡等级要30级之后才能打，然后我发现这游戏的活动和日常居然和 PVP 绑定，我真服了！就有些活动需要你把盘门升到几级什么的，这盘门又让你 PVP 的段位升上去，这不纯画蛇添足嘛？所以就变成让你强制打 PVP， 这 PVP 前期全是人机，真的爆没意思。然后为了体现公平，这游戏又还抹了数值，那也不公平啊！你角色我巡视也没做平衡啊，这什么公平 PVP 不纯做样子啊？就我玩了几把全是打人机，这人机是完全不还手的 ，AI 跟野外没啥区别。后面真的遇到一把真人，一开始我看他直冲冲的过来，以为也是人机，打了一套后发现这人怎么会还手啊？海波东这角色跟小一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，3个技能2个霸体，而且还在 AOE 爆尾伤害，给他连一套差点就嘎了，赶紧切清零招小蛇啊！这小蛇就让我切角色也会一直存在，偶尔能打断敌人攻击也挺猛。他好像不是很会切角色，我竟然远程来回击就给耗死了。虽然什么废物逍遥、萧薰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但切出去看了下。这人怎么开服第1天就成斗完了？排行榜第1也就斗着9星，他喵的合着是个高级人机，真服了！强制 PVP 强到最后变成强制 PVE 了。然后第1天的流程就这么结束了。第2天我们领一下挂机收益，升到了30级以上，又可以继续打主线，而且解锁了装备系统。没错，这游戏还有装备要养，上期视频没玩到，现在看到了。这装备的养成也是非常简单，就是应用钱和材料强化，有概率失败掉级这样，反正又是一个氪金点。主线接着打，我们打到了云云出来了，他跟那个紫金玉狮王打架，萧炎在旁边看戏。本来是打的2败俱伤，云云和狮王都躲起来了。这游戏加戏整了个狮王跑了，就2个小崽子和云云打，当然也有可能动画有改变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云云也是开了锁血，怎么打都打不死，我在旁边看了半天，一点事情没有，上去把2只怪解决了，立马倒下晕了。我感觉啊，就是云岚中憋久了，想老牛吃嫩草。虽然也是个逼你，以前在旁边秀完运气的时候能把春药扔出来放旁边，结果被云云放烤鱼里，2个人一吃就可以亲亲抱抱了。小时候看了剧情觉得挺正常的，云云错把春药当烧烤调料，长大之后感觉那几个瓶里是不是全是春药啊？你挑哪个都一样，反正吃完爽爽了，2个人就去打这个紫金翼狮王，这块爆了，打了好久终于打死了。哎，这狮王还有最后一击，萧炎把云云挡了下就倒了，这分镜也太敷衍了。到后面的海波都有跟纳兰嫣然一样下改剧情，我们居然打赢了，还不是靠药来自己打赢的，萧炎属实是有点牛了。然后就卡等级了，要50技能打，一路做日常还是没办法继续打主线。但我解锁个打团本的模式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匹配人一起打 BOSS， 还挺好玩的感觉，结果发现是自己带4个人机打 BOSS， 真的是一点好玩的模式不给咱们搞啊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我手法不对，这 BOSS 弱点
连条动都不带动的，写的30，无论是用平 A 还是技能，亦或者是大招，反正都不会掉，永远是霸体。那不是只能靠数值堆过去吗？是咋说？之前内测的时候，很多玩家嘲讽 BOSS 太简单了，所以公测紧急修复了 BOSS 会被零氪玩家打赢的 bug 啊。打完 BOSS 又抽了个卡，一直在抽这个清零啊。不过没事，因为这个碎片是通用的，咱们把肖薰儿和小一先升了蓝色品质。然后我抽卡的时候一直想抽到那个美杜莎，后面发现这美杜莎根本不在卡池里面，你只能通过68直接购买或者累积1000抽。是的，1000抽，2500块钱一个美杜莎，我真服了。哥们预算就70呢，已经花掉30了，剩下40能干嘛呢？能干这个。限时抽卡，他们的天图小一仙，你点这个飞哥抽卡，前80抽有优惠，但我发现我点不了，也找不到买这个抽卡券的地方。这里一直说点鸽子就能购买，但我点了说我道具不够。后面想了会儿，哦，道具不够不是指抽卡券不够，是指我点券不够。这鸽子抽卡不能用金币，只能用点券，也就是真钱。是的，金币和点券是分开的，而且这限时卡池是没有附带个什么白嫖活动的。很多游戏这种卡池都会带个活动，让平民干活动拿那么1个或者2个牛掰角色，氪老则是可以爆氪拿到满命什么的。这游戏平民连干都不配，只能氪，所以我又氪了30块钱，抽了几发，一发在优惠后是8块钱，首充的双倍是送的金币和一点点点券，所以30块钱就330点券，是我玩过所有氪金游戏中最抠门的。抽了48没了，就这样拿了30个天图小一仙碎片的碎片，什么意思呢？100个碎片换一个天图小一仙的碎片，50个天图小一仙碎片换一个天图小一仙，后面配套功法更是氪中之氪，而且这天图小一仙甚至连自选绝品武者碎片都换不了。包括药老和肖薰儿的进化版都换不了，估计也是那种限时3连需要你氪的。不是，这怎么能这么氪啊？硬氪！一个天图小一仙运气不好点就要差不多5000块钱，然后七七八八的功法和斗气甲还有武器什么的，搞满配要差不多2万块钱。这还只是一个角色，你要养3个角色，礼包都没有，然后这3个进阶角色的 PVP 包猛的碾压平民角色。那有可能会有人说，数值不是公平的吗？也可以靠操作来逆转啊！这里是数值平衡，不是数值公平。他们家的 PVP 都是肖薰儿，我这个巴掌技能拍对面635滴血，他巴掌凭什么拍我851呀？2个技能我半血，和这公平就是稍微把氪老的数值拉低了些呗，实际上还是高出不少。而且这游戏还有异火 ，PVP 可以带3种异火，氪老估计全是榜上有名的异火，你全是垃圾边角料兽火怎么打？不过吧，我可以继续玩，就是不怎么氪的那种，因为我发现等级还是能跟得上的，虽然说氪不动，但等级跟得上就能看到最新的逆天卡池，最新逆天活动是什么样的，帮大伙吃。反正我想看就3连过2晚我记得吃，给大伙看看这游戏下限到底有多低。那么这就是本期的小内容啊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上关注啊，吸引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那这样吧，我是林虎，我们下期见。